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聊聊猎巫思维为什么在中国相当普遍，以及它的深层逻辑是什么。这个话题也会分好几期节目慢慢聊，因为我感觉到猎巫思维其实是我们理解中国人精神状态和社会事件的一个钥匙。从中国历史还是当代社会，我们似乎都能观察到一种奇特的文化惯性。那就是不论一种思想的源头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一旦进入中国社会的大众实践，都更容易被改造和扭曲，并演化成某种猎巫运动或者驱魔仪式。这就说明了这种心理逻辑其实是更加底层的一种东西。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当我们以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的许多思潮，我们都会发现，许多最初旨在让人反抗强权、追求解放、走向觉醒的理论，在现实中反而走向了一个怪异的局面，那就是这些理论在赋予一部分人力量的同时，却可能让另一部分人更深地陷入了受害者的身份认同和被害妄想之中。当事人在不断地控诉那个迫害性力量的过程中，并没有变得更振作，反而是加剧了他们对那个迫害性力量的恐惧。也就是说，许多看似是弘扬主体意识觉醒的话语，反而变成了一种更加隐蔽的逃避主体性的症状。比如在上期视频里，我们分析了中国互联网对 NPD 的批判。当许多 NPD 的受害者们通过对 NPD 的批判而在一起抱团取暖时，他们并未感觉更加安全，而是依然感到不安，并且进一步划分派系，识别敌人，有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倾向。比如在 NPD 幸存者的社群里，就有人说要警惕那些批判 NPD 的博主本身可能也是 NPD， 因为按照 NPD 的划分标准，隐性 NPD 的特征就是通过卖惨、诉苦、装委屈来试图博得别人的同情，操控别人。这意味着某些 NPD 可能会打着红旗反红旗，他强调自己受到 NPD 的迫害，但其实自己才是 NPD。 这就把 NPD 这个概念搞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主客体未分化的玄学概念。当标准变得如此模糊和主观时，我们当然可以在任何人身上，包括我们自己身上，找到它的影子。而这种驱魔仪式也就注定是一场永远无法胜利，只会让所有人陷入更深猜疑和痛苦的内耗。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尝试初步探讨这个话题。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在上期视频的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问我，可不可以讲讲为什么某些概念进入到中国后，就演化成无所不包的虚泛的符号。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原本有精确定义的概念，来到中国后就开始变得虚泛和扩大化，源于猎巫思维方式的一个关键特点，那就是追求绝对的纯洁和无辜。而为了追求这种纯洁，就需要有一个同样绝对的、无所不包的敌人作为靶子，去为一切恶的东西负责。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中国、古巴和东南亚的共产革命中，我们可以发现极为相似的模式，那就是起初革命试图通过消灭外部的阶级敌人，比如地主和资本家，来实现一个纯洁和平等的社会。然而当外部敌人被消灭后，曾经所许诺的理想社会并没有立即到来。对于革命的领导者而言，承认理论本身有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们几乎本能地联想到，肯定是因为敌人还没有被消灭完，他们只是改变了形态，从外部公开的敌人变成了内部的隐藏的敌人。因此，革命仍然面临着敌对势力的反攻倒算，革命的纯洁性仍然受到威胁。于是，革命的矛头就开始转向内部，并分化出更加细微的派系，这就导致了无尽的内斗和清洗。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和纯洁性，不同的派系和个人开始相互竞争，比赛谁能揪出更多、更隐蔽的敌人。我们来看一篇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社论，
标题叫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就完美地体现了猎巫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看第一段就说到，经过1年来的斗争，我们已经打倒了最大的走资派，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但是否意味着斗争可以停止了呢？当然不是。文章指出，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会真正放下武器投降，而是企图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实力，等待时机，试图卷土重来。这就让人感到警惕。接着，文章指出了反革命集团的3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死不认账，顽强抵抗，这可以类比为那种公开炫耀和贬低他人的显性 NPD。第二种反革命分子则是表面认错，背后操控某些组织垂死挣扎，愚弄群众，这相当于那种有心机，会拉帮结派的高功能 NPD。第三种则是装着可怜无害的样子，妄图欺骗人民的同情，这对应的是那种隐性 NPD。也就是说，一个被定义为反革命分子或者资产阶级的人，他不论是强硬地为自己辩解，还是低头认罪，都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罪过。不过，这篇社论虽然列举了敌人的3种形态，但最憎恨、最恐惧的是第3种，也就是擅长伪装成革命群众的敌人。正如社论后面所说的，走资派非常懂得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擅长窃据和欺骗，推销自己的修正主义货色，这就使得敌人难以辨认且无处不在。因此，社论强调，从组织上打倒敌人还不算真正的胜利，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肃清流毒。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因为当敌人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时，他总归还有一个可以被识别的客观标准，比如你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是否雇佣工人等等。然而，当资产阶级成为一种思想或者精神，那么这个敌人就变得无限多了。即使一个贫农也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比如，你今天想穿一件漂亮衣服，这就是小资情调；你工作太累了，想休息一下，就是缺乏革命斗志；你沉默不语，也可能被认为是心怀不满的，在做无声的抵抗。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为了证明自己是纯洁的无产阶级，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不断的强化吃苦和受害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比如，如果你受的苦越多，说明你被旧社会和反动派迫害的越深，你就越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你一无所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就是最纯洁和最坚定的革命者。总之，谁受害越多，吃苦越多，谁在这个体系里就越有道德资本，就越能够攻击那些不够苦或者不够纯洁的个体。那说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种通过无限追求纯洁来汲取道德资本，以及将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化的倾向，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路思潮之中，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分歧的，包括在那些比较进步的思想之中。这种思维模式的本质不是关于相信什么，而是如何相信。不论一个人认同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自由民主，还是反 NPD 等等，一旦他被这种追求纯洁以及无限扩大敌人的底层心理所捆绑，那么这种思想的初心，即便是出于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它也依然存在变质的风险。就比如我们在孩子是小粉红怎么办那期视频里曾经举了一位父亲的例子。这位父亲非常厌恶中国官方的政治宣传和历史教育，他希望能启蒙和保护孩子。然而由于他对这种洗脑的恐惧过于强烈，他将恶的概念给无限泛化和扩大化。比如孩子随口引用了一句毛泽东的语录，这位父亲就感到很警惕，担心儿子会不会中了文革的毒，被中国教育所洗脑了。但其实孩子根本就不关心不了解这些政治的东西，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已。然而这位父亲已经到了捕风捉影的地步，虽然他没有多少权利，但在家庭这个场景下，他其实是以启蒙的名义对孩子进行了一种新的规训。这位父亲或许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权者在对抗强权，但在无意识中他恰恰扮演了那个他所厌恶的压迫者角色。他可能忘记了那些他所不喜欢的意识形态，
在其诞生之初，同样是以反权威和对平等解放的追求，才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加入其中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前有个朋友问我，说 Anthony 会不会觉得很多人难以被唤醒，自己非常孤独，会不会有一种怒气不争的心情？我说我没有这种心情，因为我不认为对党史和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了解程度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自由和觉醒的唯一标准，那样我们会陷入到新的纯洁性的陷阱，并且很容易感到许多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是未开化的、愚昧的。我认为应当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经验和意义系统中去了解。比如，如果一个女性认为毛泽东的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她有了走出家庭和追求幸福的勇气，那么我就应该支持和欣赏对方，而不是去和对方科普这句话的政治背景。有人可能认为这位女性仍然没有反思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属于不觉醒的。可是我所关注的是当事人内心为这句话赋予的那些独特的个人意义和情感色彩，而不是符号化的自由主义、极权主义之类的东西。只要当事人从中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体验，在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探索，那么即便他的理论来自于某种不太好的意识形态，也仍然是宝贵的。许多人往往将道德、真理和正义的观念仅仅建立在对恶的警惕、识别、战斗和消灭之上，那么他就很容易陷入以恶为矛的循环，因为他预设了人身上都是有罪的，或者说是倾向于变质、腐化、堕落、丧失纯洁性的。因而只要一个人表现出一丝的不纯洁，那么他的精神就被恶的东西渗透了。这种道德当然也是危险的，尽管他所反抗的东西可能的确是恶的，然而由于他需要通过恶的存在来定义自己，一旦恶被消灭，他就会感到空虚，然后不得不寻找新的恶去反抗，最终让自己也处于仇恨和偏执之中。猎巫思维建立在善恶二元论的基础上，世界被简化为善与恶两大阵营的永恒斗争，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或者主体。你无法理解它，只能去战斗、消灭和否定它。但这种善恶观念里的善其实也不够高级，因为这种善不是自足、自由和圆满的，它与恶的斗争完全停留在外部层面的对立和冲突，甚至它还需要依赖于对恶的战斗。如果恶的东西消失，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它必须不断地寻找敌人，甚至创造敌人来维持自己的存在。而真正高级的真理或善的观念，应当是自足的、创造性的，是能够整合矛盾的。它不依赖于恶的存在来证明自己，而是以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和普遍性去理解恶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在2024年这期视频里所提到的恶是善的匮乏的那个观念。在善恶一元论中，恶与善并不是对等的两个实存。恶的存在并非因为有一种独立于善的恶的实体，而只是善的匮乏。例如，暴力和不公正的现象，是因为缺乏爱与正义，而不是因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善恶一元论虽然也存在斗争、冲突和矛盾，然而它归根到底不是建立在排斥和斗争之上。我们举个例子，假如某个人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增进的，这时候有人就反驳了，说那你怎么解释有些人做很多非理性的伤害自己的事，比如自残、绝食等等？于是这个人可能会说，因为这些人伤害自己的人都有毛病，意思是他们是虚假的或者坏掉的，他们不属于真正的人。这种解释当然也可以算作一种解释，但是它预设了好与坏的外部对立，糟粕和精华的外部对立，而没有去寻找事物之间更深层的联系。因为他感觉太困难了，所以急匆匆贴上一个标签，就好像解释完了，但其实什么都没解释。真正好的解释应该是坚持一元论的，比如认为即使是在绝食、自残这些看似极端自我伤害的行为中，当事人仍然是在追求某种隐蔽的个人的利益或者福利的，他仍然是理性的。这种解释不是通过对方的人籍来自圆其说的，
它迫使我们去在人与人之间寻找共性和联系，去追求深度的理解对方。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讨论猎巫思维的本质。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